大家好，我是大伟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96岁老爷子的养生妙法。这个老爷子啊，我是在公园里面和他认识的。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啊，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。后来一聊天才发现，原来他已经96岁了，看起来也不过80多岁的样子。这个老爷子啊，身体啊有点瘦啊，给人感觉啊就特别的精壮，整个人啊肾气很足，说话给人感觉重气也非常足，身体啊是十分的硬朗。但是和他交流聊天才知道，他以前的身体啊是非常的弱，他的血压非常的不好，不稳定，而且常年啊都要吃降压药，并且呢，他的脑供血啊是一直啊出现问题，去医院啊做仪器上面的检查，就是显示脑供血不足，整个人身体啊是各种的小毛病、小麻烦不断。后来没有办法了啊，就找到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啊，这个医生啊给他看，说你这个就是慢性的问题，你想要快速解决很难。这个医生啊教给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梳头方法，说这个方法啊可以打开我们身体上99%的经络啊。怎么打开呢？就是通过头顶这么一点大的地方，你只要按照这个医生的方法啊去梳头，就能让我们的身体经络完全打开。经络一打开，后面的问题啊慢慢就没有了。这个老人啊，他就去试了啊，他每天都坚持了2到3个月的时候，就发现自己的血压平稳下来了。然后他就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啊竟然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壮。而且呢，他现在即便是96岁高龄呢，他的血糖、血压、血脂啊都非常的好，这都多亏于这一套梳头养生长寿的动作。现在呢，我把这套动作啊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为这个老人啊点个赞，无私的把这套动作啊分享出来。同时啊，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，以后照着视频啊每天去梳头，每天去练，让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好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来讲动作。做动作之前，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。这把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它的齿头啊是非常的大，可以更好的去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，并且呢，它的对于我们头部的贴合度啊是非常的好，做起来以后啊非常顺滑。而且这把梳子啊非常的结实和耐用，居家备上一把啊可以说是实用的很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来拿这把梳子啊给大家演示。首先，我们第一个动作啊，就是要把我们头上的天门给打开。什么是天门呢？就是指我们的脑门这一块。大家可以看我这一块啊，从中间啊，我们的印堂往上推啊，再加上这个梳子啊，大家看是不是像一个门啊？你看这个形状是不是像个门啊？梳子顺着我们的印堂往上推50到100下啊，你看这个时候推的时候，你就能发现出这个梳子的好用之处了。啊，因为我无论怎么推啊，它这个梳子推起来都不疼，而且感觉非常的舒服，并且呢，因为它里面啊是圆润的，所以呢，你能深层的感觉到皮下有一颗一颗像小米粒一样细小的小疙瘩。这些小疙瘩是什么呢？都是我们头上堵着的这个点。但是随着我快速的推啊，这个点慢慢就消散开来了。好了。天门，首先这个门缝啊，先给它推开，推开以后就要把这个天门给刮开啊，我们左右刮，从这个线往左往右各梳上50下，啊，非常的舒服，就这样去梳。你能明显感觉到在梳的过程当中，一些小结节啊，慢慢的就散开来了啊，就是把我们的经络啊逐渐打通的一个过程啊，就这样去梳啊，左右各50下。做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啊，就是把我们的百会给打开。所以第二步啊叫做推百会，由我们的发际线为一个起点，推到哪呢？推到脖子后面的啊这个大椎啊，推到脖子后面的大椎。大家看一下啊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就这样去推。推上50下到100下，这个百会这个点啊非常重要啊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头部经络网的一个终点。这个点啊，只要给它打开了，你会发现它一层一层的结啊，完全就解开了。所以第二步啊，这个推百会非常重要。我们推的时候啊，从侧面看一下啊，脖子啊稍微往下低一点，所以呢，它推的时候推到哪呢？推到我们后面的这个大椎啊，一直往后面刮到大椎，就这样来回反复的刮。动作也是非常简单啊，大家记得这2个动作以后，最重要的一个点来了，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脖子两侧这两侧啊。你看我把这个衣服往这边一掀，能看到这个筋跳出来了吧？
看到没有啊？我们要从我们的耳边一直往后刮，把这个筋啊给它刮开啊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，你看我做的时候，我即便不上油，我的皮肤上面啊没有一点点不适感，而且大家能看出来，我刮的时候很用劲的啊，皮肤上面啊没有任何的一些不适感，不会说你刮的时候很摩擦很疼，你完全不用上油。为什么？这个梳子啊它很圆润很光滑，所以刮起来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啊。你看我们啊右侧刮了50下，左侧也一样，从我们耳垂上方这里开始啊，你看这里开始往下1。啊，慢动作2、3、4，往脖子这2根筋啊给它刮开，5、6啊，反复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啊。你只要按照这个顺序，你就会发现我们头上的每一寸角落啊都完全的打开了，而且呢，你的肩颈的通道啊，气血通道也打开了。这些地方只要一打开，你的脑供血量也足了啊，你的状态也变好了，而且能很好的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血压啊，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。这一套动作呢，就是这位96岁老人每天必做的一套养生动作，每天耗时5到10分钟，换来的就是身体啊健健康康，越来越强壮。所以呢，这么好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一定要收藏下来，每天打开跟着去练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啊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有一句话啊，在疼痛界流传的非常的广，叫做疼痛会传染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传染不是传染给别人，而是说这个疼痛啊会在体内啊进行一个蔓延。打个最简单的比方，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，比如刚开始啊，早期脖子不舒服啊，但是没有影响到生活啊，所以也没有人重视它。慢慢的从这个脖子不舒服啊，变成了肩颈不舒服，再到后面呢，变成了整个后背不舒服，最后啊到腰部都开始变得不舒服了啊。反之，有些人啊从腰部先开始的，最后啊上升到脖子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从中医和西医2个角度都有解释。那我们先讲西医的啊，从这个运动解剖学上面来说啊，这个人体啊它会存在一个这个代偿的机制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我这个人体啊，想象成一个大的零件，当有一个地方罢工了以后啊，其他的零件就会补上啊，所以呢，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了每一块肌肉的张力都变高，每一块筋膜啊都变得非常的紧张。那么从中医角度啊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经络啊堵了。经络堵了，经络不顺畅啊，最后导致了整个后背啊，比如说我们膀胱经啊这一块行走的区域啊，都会变得不舒服，很难受。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这种大面积出现的一种疼痛啊、不舒服，我们都必须要通过一种方法来解决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去刺激它。最好的刺激呢，就是靠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啊就叫做小风车。那么大家来随着镜头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。我们首先先做一个实验，就是大家把身体坐直以后，低头。仰头，低头，仰头，你看一下这个低头仰头是不是比较费劲啊？那么做完低头仰头以后呢，咱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什么呢？把我们的手啊交扣在一起啊，像我这样，然后呢举过头，手掌面朝上啊，把它手臂啊伸直，你看伸直一扣过来以后，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去做低头仰头。低头仰头，你会发现啊，明显的会轻松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通过动作的修正，把你的整个筋骨啊都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肌肉活动啊是最省力的。所以呢，咱们把手啊伸直，手掌朝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怎么做呢？去把你的手啊在上面画一个圈啊，你顺时针画一个10圈。画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，就是在转动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啊不要这样去转啊，不要这样去转，我们只需要活动我们的手臂去画圈就可以了。你看1、2、3、4啊，我们做4下，反过来再做4下啊，顺时针、逆时针都要做。好，3、4。那么如果啊很多人后背不舒服或者肩颈不舒服的人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就会感觉到你的后背的肌肉啊在来回的牵动，而且会非常的酸，非常舒服。这种酸是很舒服的啊。你去做一个顺时针10下到15下，逆时针10下到15下，做完以后呢，整个人的精神啊，包括体态啊，包括你的肩颈部啊，都会变得非常的放松啊。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，它适合于比如肩颈经常僵硬的
啊，我们后背僵硬的啊，平常感觉后背啊有些发冷啊，气血不足的人群去做。同时，因为活动嘛，这个手举起来以后活动，对于我们的肩膀的锻炼也能起到很好的帮助啊。对于一些比如说啊冻结肩啊、五十肩的人啊，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大伟，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道家有一套绝活动作，专门锻炼腿脚。这个动作的名字啊叫做踏云步，非常的厉害啊！我认识一个道长啊，今年93岁，每天早上起来啊必做一套这个踏云步，所以呢，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强壮，气血通达，面色红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啊，就是因为他每天练习这个动作，他的腿脚啊非常的好。爬上爬下是毫不吃力，这套动作我建议啊大家把它收藏下来，同时啊跟着我好好的学，好好的练一下。练完以后啊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。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叫做腿脚有力，浑身有气。我们身上如何有力气啊，就是要先从腿上来，腿是力量根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始来讲动作。首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套动作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看我的脚踝啊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啊，侧面啊给大家演示，小腹内收，站直，然后把我们的腿尽可能是往上抬，同时脚尖啊一定要往上勾，大家注意看啊。然后呢，脚往前伸，往前伸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脚尖是下压的状态，然后把我们的脚慢慢的往后，你看。去带过来，注意看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的脚尖发生了一个变化啊，脚尖从原来的下压变成了往上勾。好，这个时候再勾着脚尖去屈腿，往下压回啊。大家看这个动作，它的细节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马上我会把这个动作啊拆分开来给大家。如果说这个动作你把每个细节都做对了，它就能完全的打开我们腿上的全部经络，同时你会感觉有一种气血直冲脚底的感觉。很多人啊年龄大了一些，他这个脚底发凉啊，脚底啊就感觉难受啊，有的朋友还有一些木，就是因为经络不通。我们通过这个动作把这个经络打通以后，你会有一种啊一下气血通的感觉，特别的通透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细节学好。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很多人练习这个动作呢，他自己啊可能平衡能力不好。我们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啊，手一定要撑着一堵墙啊，把这个手撑着墙，然后开始练。慢慢的，当你掌握了一定的平衡能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慢慢的把手啊松开来。好，我们先来讲啊，第一步啊，就是我们站的时候一定要把小腹啊，你看向内收紧，把我们的腿你看这样抬起来啊，抬起来的时候注意看啊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抬腿勾脚尖啊，注意看我的脚尖方向是勾的，然后往下压，腿往下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脚尖啊就开始要往下压啊，往前绷着，这个呢就是在拉我们的经络，然后呢慢慢的把脚往后滑。在滑的时候，注意看我脚尖的变化，从一开始绷着，哎，慢慢的，你看脚尖开始变勾起来了啊，勾起来以后，把我们的腿部后侧也给它拉开来了。同时，我们再屈腿往前，再开始第二轮的练习。所以说，这个动作在练的时候，你看我的右腿是一个不断的去锻炼拉经络的过程，而我的左腿负责什么呢？左腿负责站立平衡。左右腿，你别看左腿没动，但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所有的支撑发力啊，都是靠着我们的左腿。很多人说啊，人老了以后啊，最怕摔倒，对不对？你练这个动作啊，只要你坚持去练，你老了以后啊，基本上你的平衡能力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啊，扶着，刚开始练习啊，一定要扶着墙啊，然后我们开始来屈腿啊，勾脚尖啊，大家看我的手的方向代表我的脚尖的方向，你看脚尖往下压啊，然后。慢慢的，你看脚尖上勾，抬腿，再来2、3啊，动作做起来一定要非常的自然。我们就这样每个腿啊做10下啊。你看我右腿做完了，我拿左腿啊再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把脚尖啊，你看往上抬，往上压，然后勾啊，再抬，再压，再勾啊，就这样。反复的进行一个训练啊，在做的时候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啊，自己的这个腿部啊发力啊，你的腹部啊发力，甚至有的朋友啊，他感觉整个身体的平衡啊都被调动了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。
我们左右腿各做10下为一组，如果你感觉还不过瘾，感觉练得非常的舒服，你可以做个2到3组每天。好了，这一套踏云步啊就分享到这里，我希望大家把这套动作收藏下来，同时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，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。这套动作是非常值得练习的动作，大家身边如果有腿脚不好的人，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转发给他们。我是大伟，在别人那里可能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啊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波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有很多人啊，胸口经常容易发闷、堵着慌，然后呢，他自己呢也去检查过，查呢也查不出来，就是总感觉啊自己容易堵着，心里面闷着慌，经常啊喘气是上气不接下气，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啊说出去一半话还没讲完，又要去接一口气，然后再把话去讲完。其实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气不足了。多数啊见于中老年人啊更多见，有些时候啊一些人啊情绪啊过于激动啊，情绪跌宕起伏的时候，也容易啊出现胸口闷着慌、堵着慌。那么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缓解呢？今天啊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啊，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个心肺功能，打开我们的一个胸腔，让我们的气啊能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肺当中，同时呢也能更好的呼出来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再有这种憋着慌、堵着慌了。同时呢，这个动作大家做完了以后，就会感觉啊这个吸气啊变得更加的轻松。好了，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，同时呢，如果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，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。咱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。这个方法呢叫做人字呼吸法，我来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。动作当中啊暗藏玄机，就看你能不能看出来。好了，我们来开始啊，你看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给大家演示了2个，做完以后啊，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。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这个动作，为什么叫做人字呼吸法呢？大家可以看出来啊，我在胸口画了一个什么呢？画了一个像人啊，一个人字。那么我这个人字啊，不是随便画的，它是围绕着我们胸部的一个轮廓画出来的。同时呢，再配合我们双背的一个肩胛骨啊往后去拉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深呼吸，完全的把我们的胸腔打开，让你的气啊能够更好的沉到我们的底部，同时呢，把一些身体当中废浊的一些气啊给吐出来。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人字从哪里开始，双手并拢放在胸前，然后吸气。胸口打开往下拉啊，最重要的是在下面这个下缘这个点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，就你吸口气啊，手在里面来回的啊放在这儿啊，然后呢吐气，再吸口气，你会发现我们的肋骨啊在往外打开，我们人字走的这个线路啊是围绕着我们肋骨的一个下缘，大家注意看，吸气。找到这个棱啊，你就围绕这个棱走啊，你看手这样围绕这个棱走啊，就形成了什么呢？我们那个人字啊往外拉，你看手往下吸气，好，到底部的时候把我们的肩胛骨往后使劲的拉，手部呢用我们的这一侧啊去卡住我们的下缘啊，肋骨下缘卡住，然后背往外往后挺啊，然后头可以微微往上看。然后吐气的时候是什么呢？一样保持这个姿势不动啊，这个力不能突然松掉，力一样是往后拉的，然后把气吐出来。好，再来跟着我一起去做啊，来吸，找到了一个点，好卡住，来吐，把气吐完，再来第2个，来吸。慢慢的吸啊，然后手走到这个下缘卡，你看卡住这个点，往上动不了啊，往下你看也卡住了啊，卡好了以后吐，好，第3个吸，好卡住啊，来吐，好，在做的时候啊，它其实利用着我们的一个肋骨啊一张一合之间啊，它调整了我们整个胸腔的一个位置，让我们的心肺啊在里面有个更好的一个空间。同时呢，在做的时候，它还可以用我们的呼吸啊去调节我们的一个肋部，所以叫做人字呼吸法。一般我们做上5到6个呼吸以后啊，然后你正常的呼吸。
你会发现啊，吸气变得特别的轻松，而且还有很多人说啊，就做完了以后，整个后背啊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因为我们的肋骨啊和我们的后背啊，它是通过一个骨头啊，它相连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通过一个向外的力，其实呢也是能打通到我们的后背的啊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呢，希望大家收藏下来，并且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你的一个小动作啊，一定能帮助到他们。那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，深蹲非常的好，但是很多人说自己的膝盖啊受过伤，这个深蹲啊也不敢做啊，年纪也大了，也怕这个做深蹲以后啊伤到膝盖，那就更不好了。但是啊也不想放弃像这种深蹲啊锻炼腿部的动作，因为腿部毕竟它占我们身体当中肌肉总量的60%，可以说腿是力量根啊，腿部越好，这个气血啊就越足，人的精气神啊就越旺，而且啊腿部越好，一个人的老年的生活啊也会变得越好啊，腿脚有劲，想去哪里啊就去哪里，家里面人啊都管不住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都说大伟啊，你能不能分享一个不做深蹲、不伤害膝盖，又能在家里面做的这个腿部的动作呢？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今天啊，教大家一个在家里面我们只要坐着就能练习我们大腿的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不仅能强化我们大腿的肌肉，而且呢，像很多人啊，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啊，又想腿部啊力量不够的，又想要把这个腿部力量恢复的，都可以做这个动作，非常的好。我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。建议大家啊先收藏下来，以免以后再想看找不到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好了，来我们开始教动作。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，咱们首先呢坐在板凳上面，然后呢双手啊先放在一条大腿的一个背面，好放在这儿，然后你把腿啊来回的像我这样做这个动作。你会发现啊，我们腿在往上啊踢的时候啊，手下的肌肉啊是硬邦邦的。你看变硬了以后，你敲打起来感觉都不一样，硬邦邦的。这证明我们的肌肉发力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围绕这个思路，只需要在我们的脚尖上面给它加一些重物，同时呢啊做这个动作啊，腿屈伸啊，就做这个动作，你就能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肌肉啊受到很大的刺激。那怎么去加重量呢？非常简单啊，把另一条腿压上去啊。压上去以后，大家注意看啊，看往上来，好，这个力量压上去以后，我们不要急着，就是说腿绷紧了以后腿就松了啊，不要急着啊。你看我这个板凳啊是比较矮，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可以把板凳啊升高一些啊，板凳高一些以后啊，这个腿的一个屈伸角度也会更大，带来的这个刺激性啊也会更强啊。我先给大家演示啊，你看压上去以后，腿往上抬，抬完以后保持住。啊，这种力量的感觉，然后慢慢缓慢的下降，好，再缓慢的往上升啊，来1、2，到顶点的时候保持1秒钟，3、4，手还是按照我们发力的这个大腿啊按上去，你要持续的感觉这个肌肉发力感啊，5、6，大家跟着我的速度来练，不用很快，也不要很慢啊，9，好来10，你看到上面停顿一下，11啊，就这样做，好。做完大概11个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，这个腿部如果有发酸、发胀的感觉，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到位的啊，运动的一个这个频率也是到位的。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时候就是什么呢？调整这个椅子的高度。像我这个椅子啊就有点矮了，我应该什么呢？把椅子啊再调高一点，这样的话我腿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空间啊就会变大。不像现在这个凳子有点矮，我腿就到这儿我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的活动范围啊就小了很多。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啊，尽量找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座椅啊去做。好了，我们左腿演示完，我们再演示右腿也一样的。你看，腿往上只要一敲，我们就开始动。1、2、3啊，换个角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4、5、6。7啊，不得不说，这个动作你才去做的时候啊，真的会给我们的腿部带来巨大的一个刺激，对于我们腿部的力量的练习啊，也是非常好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方法啊教给大家，我建议大家每条腿每天啊做上30下为一组，每天坚持一个2到3组，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这个次数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把视频啊点个赞，并且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。我是大伟，谢谢大家。